Hello， 大家好，今天是7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三小顶后出现了回调，这里难道还是反弹？英伟达来到压力位，不能突破，小心打开下跌空间。亚马逊终于趋势反转，这里要寻找右侧的加仓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8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3个内容讲解本期视频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指数分析，阿哲会讲一下之前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三小顶以及市场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突破。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15分钟变盘的一个时间，今天之内有哪些高低点容易出现时间要去注意。第三部分是三大指数纳斯达克、标普、道琼斯他们的日线趋势目前又是如何的。而后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关于个股分析，个股上我们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Huawei、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L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 以及 NBIS 等以上的个股，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刚到直播间，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收听，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的同学，首次观看视频，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通过视频的目录可以看出，视频的内容会偏多一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些。但是阿哲也把所有的一个时间轴都已经标记清楚了，大家可以在下方时间轴点击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来调整这个观看的顺序，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当然第一部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是最关键的目前的一个市场分析。我们先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观点回顾，市场处于一个下降趋势线当中，它已经形成了关键性的高点的一个降低，而后这个压力如果要去突破，我们之前讲过，在周六的视频当中有说过一个关键点，就是2根 K 线的突破，市场在突破第一根之后，第二天就重新跌回来了。所以2根之内出现了衰竭，这种就是一个突破无效。当前的这个压力线依旧有效，所以下一趋势目前还在形成当中。而后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的一个三小顶模型，当前也构出了一个卖出的一个形态。在市场如果处于一个震荡，目前的纳指的周线是处于一个运线震荡当中，所以还算是适合的一个使用环境。在弱势反弹和震荡当中可以用到三小顶模型，有时候一些极端的上涨也可以用到三小顶去做出左侧的卖出。三小顶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市场出现了连续3天的阳线上涨，而后第3根的阳线比第2根要缩短它的实体足身，一旦缩短就构成了三小顶，而后我们可以直接在第2天去卖出，这个比较激进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卖飞市场可能还会上涨。另外一种比较保守的，我们以最后的一个阳线作为防守位，跌破去卖。所以当前市场出现了一个三小顶，价格有3根的阳线，第3根实体是明显比第2根缩短了1半以上，缩短了1倍，它的低点就是防守位，在关键的压力关键的突破附近产生三小顶。我们在上期的视频讲到要特别小心的，它可能是有动能衰竭。那目前的收盘价已经是阴线过半跌破了这个3号 K 线的低点，所以这构成了一个卖出信号。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三小顶模型它出现了一个条件不算特别的宽松，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图表当中这种标记有钻石的一个日线的一个 K 线，它其实就是目前纳指出现过的三小顶。那么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个单边上涨行情的三小顶，它要么基本不会被跌破，是吧？它正常就维持上涨，没有构成卖出条件，要么偶尔可能会跌破，当跌破之后它就是一个回调，这是一个上升趋势我们比较少去讲到三小顶的原因，因为趋势强劲，一般三阳线它哪怕跌破也没什么，除非它已经走到了一个末尾阶段，比如说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三小顶，这里一根阴线直接把3根阳线都跌破了，不只是三小顶还是一个吞没，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小心。所以要么我们设好防守位，不跌破就基本上就不管它了，跌破就小心风险。而如果是上升趋势，很多时候可能是它的回调，我们就只是简单减仓。如果是一个趋势末期，就小心它的大的风险。当前市场是构成了一个震荡环境，所以每次到三小顶的时候就小心了，它可能要调一下。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当时这个地方三小顶调了1周，这里又是三小顶，所以小心了，这里跌破之后它可能也要做一个回调。如果把三小顶的1号 K 线低点也给击穿，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反弹高点，我们的一个确定。所以目前是一个小风险，但是已经构成反弹当中的减仓以及我们的一个突破的失败。如果继续往下跌，收盘阴线跌破这个三小顶的低点的 K 线，
那么这里就构成反弹高点，后续持续的看低点降低、高点降低的一个下降趋势的形成。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对之前的一个观点回顾，这是我们上周所讲到的一个下跌趋势线以及上扬小顶的一个内容。小心目前市场在走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形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第二部分，关于15分钟之内的变盘时间窗口。关于这一部分内容是阿哲在每天盘前广播当中所会去提及的一个时间变盘窗口。每天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去公布，其中盘前广播里面的变盘点是属于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每天盘前应该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最近2天有5个变盘点，我们可以看到7月10号，也就是上周周五的时候，那么变盘点是9点15分、11点和2点，那它分别是一个高点、一个低点和另外一个高点，市场呈现了一个价格下跌而后反弹的一个状况。那么7月13号的盘前是10点半以及2点作为变盘点，那么这2个变盘点分别是2个低点，它们都只是反弹。所以我们今天讲变盘点的一个强弱之分时有讲过，如果出现变盘点是高点的时候，它对应的是暴跌；如果出现低点变盘的时候，它出现的是小反弹。那么这其实在日内15分钟就已经说明空方的绝对优势，那么多方是很是疲弱。所以在后续的变盘时间窗口，如果每次你发现低点变盘时间它都不能过左高，或者说它都是一个弱反弹，高点变盘后就快速的下跌，这个情况下不管是短线日内，其实都说明它走一个弱势的空方领地。那么多头就不要随便在这种过程当中去买股票去加仓，甚至是重仓，以及不要盲目去抄底。今天的变盘窗口第一个变盘点是9点45分开盘的第一根 K 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今天开盘如果是向上冲，那么往往变盘前是上涨的，容易是高点变盘；下跌容易遇到低点变盘，上涨容易遇到高点变盘。这是一个常态的一个事件，除了偶尔有一些单边行情可能会把这个变盘点给盖过，大部分情况下正常的波动下，上涨容易遇到高点，下跌容易遇到低点。所以如果今天是下跌遇到变盘点到9点45分，那么这就说明容易是低点变盘。那么这个变盘窗口第一个变盘点大家可以记住，今天可以作为一个看盘时的关注点。当然每天的变盘点大多就是2个或3个，那么剩余的变盘点则在后续计算后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去书写，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今天盘前会去发布。所以日内变盘时间窗口也是我们一个可以在盘中去关注的。刚才所讲的是日线的观点，那么现在还有15分钟变盘点也可以去观看。那么如果您是位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依旧呢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那如果您是新同学，来到阿哲频道首次观看视频，如果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在订阅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已订阅的一个字样，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如果同时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后续阿哲每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您就可以第一时刻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如果您订阅了阿哲频道之后，成为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也可以每天看到这个盘前广播，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就可以去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三大指数的一个日线趋势分析。现在我们所看的是三大指数的一个日线图表，阿哲加入了一个常规我们所使用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趋势分析指标。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依旧保持一个弱势的状态，三大股指当中最弱的就是目前的纳指了。市场保持一个黄色的飘带，黄飘带说明它处于日线级别当中的下跌趋势。道琼斯目前保持最强，因为它是持续的一个紫色飘带，而标普维持一个震荡的转势阶段，就可能转势，因为它从一个黄色飘带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由下跌有可能转为上涨。但这里还要考虑它后续的回调当中是否能够不跌破这个飘带，只有维持市场每次回调都不破紫色飘带，才有机会推动趋势往上去运行。而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都在曾经这一波下跌当中破了位，所以市场走势目前是偏弱的。而纳斯达克指数只要保持黄色飘带，那么上涨时就小心它可能是一个反弹。那当下的市场不管是纳指、道琼斯还是标普，其实它都出现了一个风险的信号，就是这种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一旦产生，说明市场上涨来到了一个超买的地步。这种超买的一个行情，如果出现明显下跌阴线，就是要防范风险的。像纳指和标普之前的破位行情之前，其实就出现过这种黄色的一个信号 K 线。当同时这里也伴随有上扬小顶，所以当这2个信号一起出现时，它的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已经构成上扬小顶的破位卖出信号，而标普呢还没有跌破防守位，所以当下依旧是科技股相对较弱，标普次之，而后最强的是道琼斯。
而道琼斯这里有一个缺口已经被回补，如果缺口回补之后出现向下跌破这个飘带，那么三大股指就会同步出现走弱，那么唯一强势的一个道琼斯也有可能会转为下跌趋势。那么三大股指都转为下跌趋势，都转为黄色飘带，那么市场就大概率会进入到一个中期以上的调整区间，这相对来讲风险性就比较大了。如果您手中个股目前还处于紫色飘带，跟道指是一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还有可能能够维持上涨。如果当前的股票您手中是一个黄色飘带个股，那么风险就会跟指数一样相对偏大，甚至会比指数更弱。所以后续我们在讲到个股的一个解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哪些还处于紫色飘带，紫色飘带就还有做多机会。如果黄色飘带，那么目前很多时候可能只能以反弹去对待。那么这里阿哲也清楚，不是每一只个股可能都是您手中持仓个股，所以如果您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想要看到手中个股的所有趋势的一个状况，也可以去安装上海趋势图。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点了阿哲频道的订阅，那么您只要还没有领取过上海趋势图的同学，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亦或者是底下评论区当中找到阿哲助教，去跟他去领取去安装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其中一个就是上海趋势图。除了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您都可以去找朱老师去领取。我们也会有一些内部课程专门对订阅粉丝同学去进行开展，每周的周二到周五早上10点，那么您都可以学到更加不公开的一些技术分析的知识内容。像本周我们会讲到趋势的攻守道，在趋势交易当中，进攻和防守同样重要。那么在早上10点时，我们都会去讲到一些趋势行情下如何去进行抄底，如何去识别风险，如何去逃避陷阱，又如何去把握到主升浪。那么这是本周我们所讲到的趋势攻守道，从获利到落袋。所以大家如果是今天才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粉丝同学，那么都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的一个课程，以及领取这4重福利。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指数环境当下不管是标普还是纳指都有风险的预期，而道琼斯就要关注是否有趋势的一个破位。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最好是等待一个明确止跌趋势走好，再去做更大仓位的布局，所以当前仓位要有所控制。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的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板，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当下偏向于复杂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上方的红色块是一个压力，而下方的绿色块是一个支撑，而在支撑处出现了一个强力的反弹，但是不能够有效突破这个红色的压力，出现了3小顶，是吧？这根阳线也被跌破，跌破之后这里也形成了一个风险。目前的通道线还略微有所支撑，但很明显是不够的。所以在最近的行情解析当中，我们说过，这里是一个大的晕线，晕线说明是震荡，震荡说明方向是不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买入信号，它只是震荡当中的一些噪音而已。所以这个趋势状态之下，要么出现明显的破位，说明这个地方要去砸破这个支撑了，可能要往更低的低点走了，趋势将会延续；要么就是往上出现明显的阳线攻破这个晕线内的至少止线的高点，那么去看涨。所以在这之内整体趋势就不明，所以在这里你之内去加仓去卖出其实都不是说特别的有必要，所以这里面还在处于一个混沌的状况。我们接下来看到上海趋势图，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表了。上海趋势图当下是从一个黄色飘带转为一个紫色飘带，但这个紫色飘带不太好，因为它不够宽，所以它的力度不强。我们更希望紫色飘带出现发上，以及市场能够受紫色飘带转为支撑，那么这才更加贴切于一个趋势的反转，才更加像一个下跌趋势转为上升趋势。否则它如果只是这么窄的一个飘带，并且还不断的被击穿，它的效果肯定就不能代表是一个趋势反转。而当下的周线上是不是也是一个黄色的连续的持续飘带？所以最近行情就一直是周线上也是密密麻麻的震荡，整体来讲它的方向就不明确，但整体是偏空的，不管是日线还是周线。对于右侧来看，我们趋势交易最好是等待这个紫色飘带能够实现一定的发上，而后力度持续强劲，那么趋势往后形成支撑，才能够去看方向的出现，否则这里可能就是一个震荡，所以它的方向目前是不明的。上方的压力主要是这个龙门线，它是本周期图表日线的中长期压力，这个压力在 413.76， 当前还没有有效突破，每次突破就被打下来了，是吧？所以这里是一个中长线压力，这里不过不能站上，飘带不发上，那么这里大体预期还是要选择向下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的这个压力是之前左高产生过跳空下跌加速下跌的一个高点，所以这个高点它是一个
重要的参考位置。之前其实是出现过突破，甚至有一次回踩支撑反弹反抽过，但后续也被有效跌破了。在跌破之后的一个支撑就有机会转为压力，所以当时这波反弹受此压力出现下跌，目前又是一波反弹，又来到了这个区间，所以这个地方就要关注它能不能够去站上，站上转为支撑才能够突破打开上涨空间啊，否则如果这里受压往下再破，那么它可能就是完成之前所没有做到的一个事情，跌破前方这一个支撑了。这个支撑目前是还没有被有效跌破，如果上方依旧不够压力往下，那么目标可能就是破支撑，那时候就会打开下跌空间。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能够略微调整之后能够站上。目前它也是在压力位附近出现了一个大阳之后的收敛，是一个运线。运线如果上破则构成加仓信号，如果下破那么就小心它要往下去击穿支撑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表，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它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风险提示，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 K 线，黄色 K 线代表市场是上涨过于强劲，它不是一个坏事情，因为只有涨势凶猛的股票才有机会出现这种黄色 K 线。如果你走得很弱，一般是不会有黄 K 的，所以黄 K 产生说明它已经进入到了强势股的一个行列。但这个地方也容易出现物极必反，是吧？它容易出现过于强劲而容易过刚易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黄 K 产生的一个区间，最好设置一个止盈位。价格如果出现黄 K， 我们可以把每根黄 K 的低点作为防守不破，继续持股继续看涨，这种就是强势股的一个不断的扩张，不断的一个向上。黄 K 消失时，那就说明这一波它的这种过于强势的走势风险暂时解除。如果发现这种黄 K 出现时快速消失、快速跌破，这种其实就是大风险。所以目前是一个黄 K 出现，黄 K 快速消失有了，但是还没有黄 K 跌破。一旦黄色 K 线顺势被跌破，那么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黄飘带的反弹高点，所以要把最近的上周五的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同时它也是运线母线的低点。一旦跌破，不只是运线下破，同时还是黄 K 跌破，那么这里就容易是反弹高点往下。如果这个龙门线撑不住了，那么将是打开下跌空间了，就会比较危险。而周线上其实就说明这里还是大概率是一个回调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周线它是一个相对的上升趋势啊，而且飘带的比较宽广、比较厚，有一定的上升力量，所以周线趋势是强劲的。那么这里作为首次回调，大概率是已经形成了蓝 K 的低点有效。那么从这个结构来看，日线回调的概率会更大，它不太像是反弹高点，更有可能是回调一波之后再次启动。所以这是从周线上构成一个看涨预期，日线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必须最好不要跌破黄 K， 跌破可能调的空间就会再往下看龙门线附近了。龙门线的一个支撑是在 192.267。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加密货币方面，加密货币目前还是处于跟之前所讲的一个风险信号，市场在两个货币当中，比特币和以太坊，它还是维持一个顶部的一个背离。市场上涨，当有一方创出高点，而另外一方不能创新高时，则市场会进入顶背离状况。那么当前的所对应的比特币和以太坊是这个高点，很明显，比特币上方已经是出现了收盘突破，并且是经常性突破，但它维持一个震荡，而比特币是没有突破，所以它是在底下维持一个运线震荡，是吧？都是运线，但是位置不一样，一个突破了，一个没突破，所以这里作为一个压力位，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突破失败。那么当运线形成而后往下跌破，那么将会形成顶背离后的风险确定，那么可能就是一次再次往左边低点去寻找击破的一个机会了。毕竟市场目前大黄金是一个下跌的，所以这个区间我们是寻找做空开单的一个机会，而在这里去做多风险性就会变大一点，所以在这里不要认为是一个回调，或者是认为它会去突破，至少目前的状况，如果要去突破向上加速，至少它这个运线不被跌破，而后往上能够比特币创出这个高点，那么顺势运线上破再去看多，所以这是对目前的加密货币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三部分，当下所看的是 CoreOV 的日线图表，它整体还是一个向下的黄色飘带，龙门线也是向下的，所以整体日线趋势它是一个相对空方的一个扩张。那这种情况下，你做多就只能看个反弹，是吧？所以它维持上涨都为反弹，而下跌有新低，上涨无新高的一个状况在维持。那每次的一个反弹大多都是以黄色飘带作为压力，所以当下的这个蓝色 K 线超跌而后反弹到了黄色飘带，出现滞涨回落，所以这是一个正常回调的一个状况。那么它就说明处于一个强势的单边的波动下跌的一个状况，市场黄色飘带一直存在这个压力。从周线上来看，它存在这种超跌
然后反弹的一个意愿，因为周线是个蓝色 K 线，周线的蓝 K 如果一旦消失，能够出现止跌阳线，那么往往会在这种地方构筑一些底部区间。但问题是蓝 K 要消失，而当前没有消失，在日内，在日线出现的是弱势，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太快的、太早的去看反转。当前回补一个向下跳空缺口就已经走弱，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不跌破蓝 K， 向上能够突破龙门线，再寻找机会去做周线的反弹。而周线目前其实反弹还没有完全确定。接下来我们来看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还是维持黄 K 跌破之后破飘带，所以这个地方是一波反弹，一个蓝 K 突破，一个黄 K 跌破，做一波小反弹是 OK 的。每次到这个黄飘带的时候出现的黄 K 就要小心了，它容易是反弹高点，后被跌破就要更要小心。目前维持日线的黄色飘带的下跌，而从周线来看，它其实趋势也大体没什么问题，只是周线这个止跌没有反包阳线，在前2周都是冲高回落，没有效的把上一周给反包了，所以整体止跌的意愿不是说特别强劲。所以当下日线再次走的有点不好看了，虽然周线有支撑，但日线的一个交易机会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现在只能做反弹，等待回调时，如果不破左低做2次回踩，那么重新突破向上，那飘带转为紫色，那后续其实可以做右侧的买点。而飘带目前其实还是在收窄的，越是收窄，说明空方趋势又是在减弱，所以结合周线这里的支撑，这里能够明确有止跌反包阳线，可以做买点，这觉得问题不大，只是当前走势还偏弱而已。那么它的飘带上沿是 355.641， 起码要先突破才可以。这里现在是构成一个回踩飘带的一个运线，如果向上突破激进的话，不用等转紫飘带，直接构成买点也是可以的，但要设好止损，运线不能下破。现在是个股来看到微软，微软龙门线向下，整体的趋势也是向下的，是吧？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当前是创了左低而后走了一个反弹，那反弹过程当中到了黄飘带，有了黄 K 跌破，其实就是一个止盈点。黄 K 跌破之后没有出现特别明显下跌，就等待市场转为紫色飘带，顺势做右侧的回调买点是可以的。这里再去买入呢，位置可能不高不低，因为它这里现在还有一个反弹的高等预期，跌破之后黄 K 为压力，这个地方买可能要去赌它能够突破，能够转为紫色飘带，其实又不左侧又不右侧，卡在中间会比较难受，所以这里可以继续关注它是否转为后续的紫飘带，继续推动市场往上去突破这个龙门线。龙门线的空间在 426.82， 所以如果这里不出现特别明显的波动，等待转为紫飘带会更好一点。周线上是跌破了龙门线，但整体来讲，前期这个下跌有不断的引线进场，那么很有可能是周线的资金有抄底行为。目前向上飘带周线在 398.969， 上方龙门线在 408.341， 这是周线的一个趋势，周线趋势不太好，有可能是反弹到这附近要小心，跟日线的预期是差不多的，都是看反弹，最多就是目标从飘带变成了这个龙门线。下一只个股看到 MSTR 就相对很弱，它是整体是围绕的飘带在往下走一个强势的趋势下跌，那么这种趋势下跌它到了飘带附近，其实你再去看多它的空间，至少从反弹来看就已经是到了极低的一个地步了。这个时候除非你去认为它会走中期反弹，就可能会扩展到飘带，目标位可能就会调取到 151.197， 但这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是吧？像前期跌了多长时间，跌了1年，是吧？才出现中期反弹，现在你说这里能不能出现就有点堵了，还不如等它出现中期反弹突破飘带，是吧？而后我们再去看2次回踩，找一些机会。当前还是一个单边强势下跌，从周线来看是属于超跌，目前也还未止跌，整体还保持一个蓝色 K 线，所以这个地方去做抄底行为，它偏向于风险性更大，所以这个风险是不小的，做多，所以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如果很关注可以再等一等。它的飘带的一个压力是在 96.536， 以及它的上沿是 107.261。现在个股来看到 Circle 同样是个黄色飘带，价格也只要是黄色飘带并且没有突破过，那么就说明它还是维持一个单边下跌，一个中期反弹都还未出现。那么市场从周线来看还是维持蓝色 K 线，所以不能说直接进到蓝色 K 线就直接去买入，因为蓝 K 它必须得要是消失有止跌阳线，我们才去看它会形成本周期图表的一个反弹。而蓝 K 如果是一直维持，那你这第一根蓝 K 就去买，那后续下跌怎么办？所以一定要等它消失才确定周线或者本级别是有止跌可能性的，再看一下有没有止跌的阳线出现。所以目前就还在走单边下跌，还在走蓝 K 维持，所以这里去买就有点太早了，等待明确的一波上涨突破飘带，再去看一个止跌会更好。现在还是单边下跌，还在寻找一个支撑。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礼来，
以来少数的保出紫色飘带，目前还算是比较强劲的。前面一根大阳线上涨之后进到黄色 K 线，就是短线超买，超买之后破了黄 K 而后回调，只要是紫色飘带上，那么这种回调大概率可能是以这个飘带为目标，所以它是一个回调，调到这个飘带上找止跌找买点就行。因为当边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去赌它每一次下跌会进入到中期回调，而是每次我们都认为它是个短期回调，而后做趋势的顺势上涨。那么每次回到飘带附近，就认为它有可能在这里形成一个止跌，然后再次形成一个新高，这种就是一个短期回调后的趋势推动。那这一波会不会破飘带转中期回调呢？我们先不这么去看，而是股价回调在这附近继续寻找，再次出现反抽，再次出现这个仿包，就继续看涨，继续看新高，直到有一次回调止跌不能新高而破飘带，那个时候是一个风险点。目前还没有构成这种现象，继续在这附近找止跌就行。当前还不是止跌，还是创新低，还没有反包，只是10日新而已。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那么 AMD 在上周是出现了一个缺口的跳空，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构成导停缺口？当前是还没有被回补，所以这里如果不回补，而后在这里出现回踩紫色飘带，再出现止跌，那么这里就可以认为它有一波上行往前高的位置去作为目标，是可以作为一种短线的交易预期的。因为昨天回踩还算是不错的，只是以引线回补缺口，今天如果快速的脱离这个缺口，那么可以认为它还有一波上涨，还有一次新高要去突破。周线上就走一个周线的震荡，所以只能说看短线目标的扩展，但是周线上来到这里，你再做波段加仓，再做波段的一个重新建仓，其实就不太合适，因为周线位置它不上低，如果这个缺口被快速的回补，那么这个上涨的预期就消失了，所以这里要小心快速的阴线填补这个缺口，那么就要继续的去减仓。对于大波段，对于做中长线的人来讲也是减仓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英特尔，英特尔还是一个狼式 K 线，在上一次出现反包之后，它没有出现好的买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K 线？是一个阴线，阴线一般不作为买点，第二天就10日新下跌，维持跳空，所以整体来讲反弹力度是比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半导体设备做多那些会弱一些。那价格目前保持一个黄色飘带，预期它可能会走一个中期回调，因为它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的短波段的单边上涨，在最近一次上涨当中只是略微破了而后回落，这里可能会构成一个失败的突破而后趋势的一个转变，就要小心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回调当中，因为它的周线进入到了一个单边上涨，在走了一个震荡之后，最近是来到了飘带，在日线走的中期回调一般是对应周线的一个飘带，所以它其实是要往这个飘带内寻找这个支撑。那会不会现在就是呢？我们无法去确定，因为日线它没有有效止跌，但它已经进入到飘带的回调目标当中。不过这飘带还是比较宽的，所以不能说刚碰到就直接去买，误差还是比较大。飘带下沿在 77.264， 上沿是在106.614， 所以在这个区间之内，我们去寻找价格的一个有效止跌信号。目前还是保持长 K， 等待一个有效的反包止跌，再去看市场的一个上涨可能。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大跌，我们在上次的视频当中讲过，这个地方的回调如果能够止跌有效，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信号，可能会转为紫色飘带，而后顺势再看新高上涨。但是这个地方的反包阳线没能给到，所以我们在回调紫飘带时最好等一个反包阳。反包阳如果不能够有效反包，反而出现冲高回落，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哪怕底下有支撑的预期，它也不构成买点。目前继续构成这个回落，二次回踩。那么现在的趋势有所转变，有所变坏嘛？还有一个机会，市场出现了红色柱的出现，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出现超跌之后反弹，快速的重新回来，那还有机会。如果这里向上，因为一般大阴之后容易出现反弹，如果向上力度不够，这个缺口无法回补，那么往下继续破，那其实就构成这种状况，那趋势其实就很坏了，容易继续延续这个空方。我们看到周线上其实也是类似，它在紫色飘带上出现了一个反弹上行，有反包，所以在日线可以找买点，但这个反包在日线没有好买点，因为这个反包的地方其实就是之前这一波上行，那这一波上行后的回调日线，如果这里反包出现，那其实就是构成周线止跌，而后日线买点。可惜周线止跌，日线没有买点，而是直接跌穿了，所以目前的周线的飘带也跌穿了，要小心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反弹的预期，因为它是周线的黄 K， 周线有黄 K 也是要小心的，一旦周线黄 K 立刻消失，是吧？这种地方就要进入到防守。目前是跌破飘带，最好是在这里能够出现止跌，不要二次破底，二次破底趋势就走了一个下跌结构，所以当前以这根阴线低点做支撑，晚上反弹看力度，如果继续往下破那就不好，
趋势确实走坏了。下只个股来看到半导体上被做多，半导体上被做多，虽然它的反弹力度相对强一些，但还是进入这震荡。之前的这个运线的低点母线其实被反弹一次又被跌破了，所以趋势表现就是顺势继续往下。它这里只是一个停顿，运线依旧下破了，所以小心它往下继续推动下跌。周线是回到了飘带内，所以它也是一个中期回调。这个中期回调的目标就是飘带，那飘带之内寻找止跌点，那飘带的下沿最低是在 115.838， 在这个区间差不多也是日线的龙门线附近，就在这附近寻找止跌机会。但目前的止跌还不明确，它是运线下破了，所以继续往下看这个止跌空间，等待止跌信号。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是走了一波中期反弹，价格突破了一个龙门线，价格先是短线反弹，而后回踩飘带，确定支撑有效，而后往上反包，再出加速。加速过程当中进入到黄色 K 线，那黄 K 就设置一个防守位，而市场昨天是跌破黄 K， 但是黄 K 没消失，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减仓，因为它已经开始跌破黄 K 低点了，只是还没消失，所以开始减仓。如果继续出现黄 K 消失、黄 K 破位，那么就直接把本次上行的空间就了结了，就认为这个地方和前期这里是一样的，只是对于龙门线一个突破一个反弹，只是反弹力度要强一点。从周线来看，它的方向是不是也还是没变的，都还是黄色飘带。那黄色飘带它偶尔会突破飘带，但是一般2根之内就容易走弱，所以正常如果还是一个黄色飘带的反弹预期，那2根 K 线就容易出现走弱。那本周其实就是一个走弱的一周，很容易出现的情况。所以每次如果是黄色飘带突破飘带，就小心这个风险，这种衰竭的可能性在出现。但它这一次的突破很强势，几个缺口，所以回调过程当中，如果龙门线能够支撑，飘带能够往上，那形成这种共振夹角，那推动市场上涨，那有机会周线形成什么紫色飘带的延续。现在还是黄色飘带。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RKB 价格走势是一波中期回调，而后到了龙门线附近出现了反弹一波，但反弹到飘带依旧是长上影线有压力，股价2次回踩，目前破了龙门线。一旦出现这个价格是一个蓝色 K 线，那其实就容易有一个反弹预期，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消失，又出现之前这种行情，容易继续看反弹。但因为它的低点一直在降低所以这只能说看个短线反弹。从周线来看，它还是一个蓝色 K 线，没有蓝 K 消失，所以我们依旧认为这个地方还是要关注蓝 K 消失那一周出现，而后出现明显日线的止跌行情，我们去寻找日线的买点。当下就是没有消失之前可以做买点，但是只能说看个黄飘带的反弹，所以大家在做交易时可以多回头去观察，最好找的还是在紫色飘带上回调的这个买点，如果同时伴随有蓝色 K 线的产生出现，这种买点其实就是特别漂亮的。不过可遇不可求，一只股票可能它一段时间甚至1年就那么2-3次机会，很多时候可能就黄带这紫带是吧，都不一定会有那么好的共振机会。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都可以安装上，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手中股票是否出现过这种买点，以及现在有没有。如果大家是订阅粉丝同学，还没有安装过上海趋势图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出要去安装。下面我们再来看到台积电，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其实现在在顺势破一个飘带，那破飘带虽然有蓝 K， 但这个地方其实除非它真的今天直接就消失蓝 K 反包，那可以去博弈一下，否则这个地方是破位了，破了一次反弹又破一次，这个地方其实趋势走坏了，容易走中期回调，并且飘带可能会转为一个我们所说的黄色飘带，所以这个地方连续的创新高，但是走弱，创新高的力度在变弱，破飘带就要小心它是准备中期回调。那么中期回调目标一般是飘带，那我们知道它飘带调整过程当中可能有空间大有空间小，目前是连最小空间还没碰到，所以就小心它还有一个继续回调的预期。目前飘带的一个上沿是 414.933， 飘带的下沿是 377.072。 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的周线是黄色 K 线，TR 的周线是一个蓝 K 反包的反弹，蓝 K 只要反包，周线上就容易是周线的反弹，所以我们认为它依旧是周线级别下跌趋势的一个反弹行情而已。当下日线它其实已经构成一个反弹，是白 K 的反包突破，而后黄 K 的破位，所以这个地方认为反弹已经在日线构成一波结束。那会不会开始第二波，就看飘带是否能够撑得住了。如果能转为蓝带，那是不是有机会往上再去碰一下上海趋势图的一个龙门线？所以当前最好不要跌破这个黄色飘带 125.256， 那么不有效跌破，股价往上启动，那么才有机会碰到下一个目标位。否则这个地方如果黄 K 跌破之后一直走弱，那么破飘带，那么就是往下继续看下跌趋势的一个形成。所以这就是周线反弹，而日线构成了卖点了。
那么小心它的持续。下只个股来看到美光，美光是一个狼式 K 线仿包的买点，其实有一个 K 线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阳线，但它还是下跌的 K 线，是吧？所以这个买点不是说特别漂亮，这个买点出现的时候又是一根阴线，导停缺口出现之后被反包了，所以整体是偏震荡，它也类似于运线出现之后往下被跌破了。那么这个过程如果保持跌破前方的运线，那么方向性就依旧是延续黄色飘带向下去看跌了。一旦把这个低点继续收阴跌破，那么就更加明确，更加肯定。周线还是中期回调，中期回调的目标就是飘带。那飘带上沿最小的回调目标位，我们说是 838.16， 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 577.597， 所以这是还有一个调整空间，应该是左低之下寻找止跌点。目前如果破了这个收盘价，那么要往更低的地方找止跌。目前也是黄色飘带，黄色飘带转势初期已经构成反弹确定压力，回踩如果破位，那么是不是压力就更加持续，更加延续看跌了？下一只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趋势反转，它也是在我们日线上出现了一波中期回调，这波回调是打到了上海趋势图的龙门线，那么也就意味着周线是回到的是什么？我们的飘带，也就是说它是一波周线的中期回调，所以它打到飘带，而且是打到下沿，而后出现蓝 K， 周线蓝 K 反包，那周线就是我们所说的顺势看涨。那么正常来讲，一个趋势如果是首次回调，蓝 K 反包突破，在日线上是绝佳买点，在周线上就说明它是一个波段的启动点。这里就按照中期波段的起点来去对待，它就可以做反转结构。目前已经出现了连续的突破飘带转为止带，那么这里只要不出现明显再来一根阴线跌破龙门线，在这里我们寻找买点。其实这里其实可以直接做买入，而后以龙门线做止损也是可以的。那飘带已经转为颜色，它只要不跌破飘带那就更好了，是吧？推动行情往上走，不要破飘带，那么这里趋势就不会走乱，那么就单边看涨，也希望它能够不破飘带。飘带的一个支撑压力，目前下沿是在 241.573。下只个股来看到 AOI 延续下跌，日线保持下跌趋势，反弹很多还是不强，因为它没碰飘带。反弹如果连黄色飘带都不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强势的单边下跌，而周线上是破了飘带的一个下沿，所以整体来讲还是连续4周的蓝 K 了，还不消失。本周如果不消失，连续蓝 K 其实不太好，连续蓝 K 说明它一直超跌，那一直没人买，一直没有抄底资金，那这种情况下就会持续走弱。最好就是一根蓝 K 立刻消失，这种其实是比较漂亮。如果是很多根蓝 K， 感觉很便宜，但是没人要，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好了。所以最好本周能出现蓝 K 消失，如果没有越往后走，风险性越大，不能够有太多蓝 K， 蓝 K 太多不太好。我们再看到 LITE 它其实结构类似，它也是蓝 K， 但是它蓝 K 就一根，所以这个可以关注。蓝 K 如果一根，并且它有止跌阳线，激进其实直接就找周线的支撑，而后日线找买点。如果相对保守，还是等蓝 K 突破。蓝 K 突破其实还有一定空间，构成蓝 K 突破，我们日线就认为它构成了一个反转。那么这个时候没有突破，就说明这里还是有可能只是反弹，因为它打到飘带之后出现了这种长上影线冲高回落，就小心它会填补缺口。一旦缺口完全填补，就说明周线上的蓝 K 虽然是超跌反弹了，但没有强力的反转。如果要去突破蓝 K， 可能要突破飘带，走出这种强势的结构，再去买入日线的一个反转结构，会更加安全。现在还比较早一点。下只个股看到 NBIS 是还可以的，市场虽然也是个飘带，是黄色的，但它目前是一个强势的反弹蓝色 K 线，这里可以看一波反弹，反弹目标位可以看到飘带 233.468， 以及上沿是 249.553。从周线来看是一个长下影线回踩，至少中期目标位算是达到了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如果这里能够直接有效，或者说周线出现反包阳线，那其实日线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里可以先有一个预期是破位之后的一个反抽的空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在缺口和飘带这附近，所以空间目前还没有走到，可以认为短线还有机会，除非这里直接往下打破蓝 K 低点，那么就要止损了，说明这个破位反抽太弱，那往下可能就要探更加低的空间，所以这里要设好一个蓝 K 止损，先看反弹，如果反弹强势回补缺口还有余力，那才有机会走出继续的新高。以上是7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